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今天应该是 Twitter 和 YouTube 的两线直播啊，两边都在开始。好，真是好吧。晚上好，晚上好。对，我们今天开始，继续老范读评啊，就每周三晚上8点是读评论，然后大家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直接问。下周就不一定还有老范读评了，因为下周估计在这个时候应该在日本啊，但是下周的话应该是周三白天的时候呢，应该会跟在东京的朋友做一次线下聚会。随遇而安啊，你们好啊。子睿啊，金子睿，你好，你好，你好。对，下礼拜三估计就没法去读评了。下礼拜三应该咱们在你们办公室里头给大家开这个线下聚会呢。对，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让我找一下我的稿子哪儿去了，这儿呢。好，第一条啊，上期读评里头有一位评论说，关于那条评论永远都是资本得利，普通人别想 AI 致富。我认为这是大部分人对世界的一个重大误解。现代社会为什么美好，就是因为人们身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签来规定谁是资本家，谁是先进个人，谁是富农。现代世界的人们是流动的，资本家可能投资失败变成普通人，普通人可能开个小便利店，小赚一笔啊！没有人会定义你的原罪来限制你。世界是动态的，人也是动态的。希望未来某天，全世界的所有人都不会因为父母犯罪之类的出身而被剥夺自己的机会。啊，这位朋友呢写的非常好。就是所有的人，甭管我们是出生在哪里，然后是什么样的种族，说什么样的语言，父母是做什么事情，对吧？都可以有自己的机会，甚至是说一个人他以前做错了什么，对吧？他以后也依然会有一定的机会啊，这个才是现代社会有趣的地方。但是呢，这个里面要有另外一部分是什么？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现在还没有把它理顺啊。就是互联网时代其实给整个世界了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榜样。什么样的坏榜样呢？大家觉得互联网时代应该是每一个人平等的获得了信息，甚至是很多人都获得了平等的进行自我表达的这样的权利。按道理说呢，这些资源或者说这些跟这些信息相关的这些利益应该是分配给更多的人，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会看到像美股七姐妹这样的东西出来，对吧？他真的说我们靠着几万人、十几万人的这样的工作，就可以聚集起来几万亿美金市值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吗？比如像苹果，对吧？2.9万，然后像微软3万亿，英伟达2万亿，对吧？它怎么能聚集起来？他们真的创造了这么多财富吗？还是说这些财富其实是他们从整个社会剥削回来的，或者说是抢夺回来的呢？其实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如果我把它想明白了，我会去录一期节目来跟大家讲。因为 AI 时代，我们又在讲数据民主、数据平等，或者叫 AI 平等啊，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 AI 去写程序，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 AI 去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对吧？不需要受那么专业的训练，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最后会不会又变成一个像美股七姐妹这样的公司，他们把所有的相关的钱全都赚在自己身上，对吧？其他人并没有赚到这笔钱，所以到那个时候呢，有可能依然是这样。
啊，这个可能等我稍微思考整理一下吧，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老范晚上好，昨天有一个智能编程的大模型，Devin 发布了，靠谱不？还没试呢啊。我最近试了一下百度的叫Comet 啊，COMATE，那个呢还是挺牛的，但是我看了一下，它要收费啊，一年500块。后来我想想，我既然一年500块，我还不如上 Copilot 直接上 GitHub 去交这个一年$100呢，对吧？也就是多个200多块钱，所以我现在也还在犹豫。来日本来个日料吃播吧，这个可以有哈，但是这个要去看具体怎么做这个人家店里头允不允许啊？其实我是不太没怎么做过吃播，这个回头可以试一下。哎等等来了啊，我也把消息给朋友圈发一下，没准能增加一些订阅。哦，说到订阅，我看看我现在有多少了，今天没准就能又回到5万以上了呢。让我去看一眼。还差15个，49985，好吧，这个也挺好的。大家好，这个大家好啊，这个然后啊，独角兽如果能被复制，还算独角兽吗？这个话呢，要这么讲啊，就是独角兽这种东西呢，如果我们按照标准的定义，$10亿就是独角兽，那么$10亿这个数呢，其实还是不太大啊，就是还是比较容易复制的。这个想要去复制一个$10亿规模的公司来说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说，我今天要去给一个公司啊，比如说给他投资个$100万啊，然后呢，如果是占1%，它的估值就是$1亿了啊。如果说我这$100万放进去，然后签一个协议，说我只占0.1%，这不一个独角兽就出来了吗？你管它是干什么的？睡不着起来，结果赶上直播了，好吧？你那是几点啊？好，再往后，美国商务部长批300万辆中国电动车啊，北京摁个按钮就直接停机这一条啊，有很多人非常踊跃的去发评论。第一个说了说电动车的复杂程度远不如燃油车，再说电动车哪国不能造啊？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任何一个现代的工业产品，你说我把它造出来，能让它在街上跑，或者说能在实验室里动起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确实哪个国家都行啊，不是那么难但是可能有一些小国可能也还是要难一点这个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这种工业国家来说，都是可以造出来的。但是你说我能把这东西造出来，然后没有问题，符合一定的工程要求，对吧？然后成本上还很划算，还可以跟人去竞争，那么这个事儿呢，就不是谁都能造了那么如果谁都能造的话，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这么多车厂就不会往后退了，不会说我玩着玩着我不玩了，对吧？一定是他们会迎难赶上的。只是说我们把这东西造出来，说哎不行了，对吧？这个东西在成本上在这个品控上，在整个的工程和安全控制上，它搞不定了，对吧？或者说所有的这些东西不可能同时被搞定，所以他们就不造了所以造一个东西出来，跟造一件商品可以被大家接受的商品是有巨大差别的。再往后说我听到故事是印度向振华订了一批起重机，但是印方不付钱，所以振华远端锁死了这批起重机。美国以此证明中国能够远端锁死出口机械、电子产品等。这个事情反正是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但是呢，也有人讲的说是不是振华，是3一重工卖的这个起重机到印度了。但是印度呢，反正买完东西不太付钱，这个事情在国内的这个名声还是很响亮的就是他们经常喜欢干这种事情那么这样的设备，因为你没有付清尾款，那么他们就不允许你启动这个可能是真的发生过至于是不是振华真的干过这个事情，或者前面是不是3一重工干过这个事情，我本人没有去核实，但是这个故事它合逻辑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对。再往后说这些都是贸易协议吧，定个执行不执行怎么处罚？谁来判？处罚了
不执行，怎么搞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就有人去讲了这样的一个话。我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美国来说呢，确实是如此啊。我就给你做个贸易协定啊，或者我给你立一个法，然后我去处罚你，对吧？这个确实如此。但是在中国呢，它就不是这么玩的啊。中国经常是使用潜规则方式，啊，我没说不让你卖呀，啊，包括特斯拉汽车，我也没说不让你买呀，对吧？只是可能有些地方我就不让你进来了，对吧？或者有一些停车场不允许停车啊，它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其他的这个，甚至说有人你买了以后，他会问你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东西啊？对吧？这是中国人比较喜欢干的事情啊。啊，在美国呢，他就确确实实是定个标准就完事儿了。啊，再往后啊，是一个呃，重建信任基本不可能了，除非送个够大的投名状，比如把俄罗斯卖了。这位朋友的思想也比较有意思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咱们其实是卖过一次的，对吧？当时中美建交，然后怎么能够快速的依靠美国起来，就是我们卖了一次苏联老大哥，对吧？那么你如果再卖一次，人家还信不信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啊。这个人家觉得很多的人应该是说我做了一件事情以后，我就坚持这么做下去。但是咱们经常是反复横跳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你现在再卖谁，人家可能都不一定信啊。而且我觉得重建信任这件事情呢，你说它彻底不可能，我觉得也不至于，但是肯定难度还是会比较大的。再往后啊，这个范老师，我想听你聊聊三星手机能连星链的故事，以及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手机支持？会不会以后国内会严格管理外版水货手机啊？这件事情呢，我没有特别仔细去研究啊，但是我今天查了一下，三星 S24手机，也就是马斯克在现场演示连星链的这个手机，这只手机上面用的基带芯片呢是高通骁龙 X75，然后它用的 CPU 呢，绝大部分的版本是用的高通的这个应该是8 Gen 3啊，最新的8 Gen 3，然后有一小部分呢用的是这个三星自产的这个芯片啊，三星自己还是做 CPU 的。那么如果按照它的基带芯片和 CPU 的这个来看，它跟小米14跟什么 OPPO、vivo 以及荣耀这些手机其实用的是一样的，对吧？这些他们都是用的高通骁龙 X75的基带芯片。那么马斯克说我用这个手机去连接，星链了，那这个手机是不是直接可以连？不一定啊。那么它可能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和图片上来看，它应该是一个调试界面，所以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它把一些这种加解密相关的，或者说，端口识别相关的代码写到这个手机里面去了，然后让这个手机可以去，它的基带芯片可以解读这一部分。大家知道我们能够连接到基站上，其实关键是什么？就是你要去加解密，要去把这个，接口信息要对上，然后呢，要去跟人认证说我是谁，要做完这些事情以后，你才可以连接在基站上去工作。那么现在马斯克可能就是拿着这样的一个三星手机，对吧？然后去把这个一个特定的接口协议写进去，就是软件就可以更新进去了，然后就连到了这个 Starlink 的这个卫星上去，就开始工作，甚至可以达到每秒17兆的下载速度。那么按道理来说呢，所有使用同样基带芯片的手机应该都可以，对吧？因为那个软件是后写进去的嘛，对吧？那么小米14然后加上其他的，刚才我们讲的什么 OPPO、vivo，这个华为不行啊，华为用的是自己家的基带芯片，然后但是这个荣耀用的也是高通骁龙 X75，那么他们就有可能都可以来做这件事情。至于以后说我们如何去限制这个手机的问题，等那天儿再说吧。现在这个 Starlink 在中国境内，反正你也连不通，对吧？那么这个马斯克想在中国接着卖他的汽车，对吧？想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么这个规矩他还是要守的所以我觉得并没有那么需要担心了。再往后说这个电车用户的数据分3份儿，电池包厂商、车企、工信部对你去哪儿开房这3个地方都知道。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吧。但是呢，车企肯定会有工信部呢，我估计是
到点可以去查，就是他需要的时候可以去查。然后呢，任何其他的国内执法机构都可以去查，这个事儿是有的。这个让我想起一个什么事儿来，就是前两天好像是我忘了是哪一款电动车啊，好像是华为啊，问界 M7还是 M 几的一个车上啊，出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它出了一功能，这功能啊叫副驾回放，对吧？它实际上有个摄像头对着副驾驶嘛，你可以输入一个密码以后可以回放，看上一个副驾驶在那干什么了。他做了这么一功能在那儿。然后这功能做完了以后呢，就很多的老婆在上面就抓到了小三，对吧？然后导致它的销量受到了一点点的小影响，对吧？你想买了这么贵的车啊，你这个让这个有一个副驾回放的功能，每天老婆上车先检查谁坐副驾了呀，我看一看，对吧？那这个是会影响销售的那么现在这些数据呢，肯定会在车企会存然后国内的云计算中心也会存，但是呢，这件事情的甭管是车企也好。这个其他的任何相关的部门也好，都会尽量的淡化这件事情。他不会马上来提醒你说，哎，这个东西我看着呢你自己去开房的时候小心一点他不会讲这个话的。你要这么讲这个话，这个车就没法卖了，对吧？再往后这个高精尖车床设备定位锁定跟车锁定能是一回事吗？车床设备卖给你的时候，条款都写明了，只能用在哪里，不能超用途是事先说好了的。你电动车出口到美国的时候，你能够把锁定条款写在手册上吗？一个是事先约定，一个是玩阴的。当然只是怀疑，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位朋友呢，对于中国的电动车这件事儿，看来是非常非常不信任这件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去把它写车上也没毛病，对吧？我举一个案例，说什么东西是可以锁定的，对吧？咱们手里的用的 iPhone 是可以锁定的，什么样会锁定呢？iPhone 丢了，对吧？你说我现在要做手机寻回的时候，它就会把远程的 iPhone 直接锁定掉。那你说你买 iPhone 的时候，仔细去研究过 iPhone 的用户手册吗？对吧？iPhone 用户手册上写没写说我可以从远程把你的手机锁掉这件事情呢？我相信苹果肯定写了，对吧？他不写的话，给你锁上以后，你会告他那么他写了以后，影响 iPhone 销售了吗？也没影响嘛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把车卖到美国去，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从技术能力上，我有能力锁它，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完完全全可以把这个条款写在手册里，说我来帮你这个车丢了以后，我帮你找去，对吧？或者说车丢在一个什么地方，我来让它没法启动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找到你的车。你看又多了一个卖点，对不对？多好的事情！这个事情都是可以去做的好，再看看这个请教一下老范，科技互联网类的 YouTube 内容，一般 RPM 大概是多少刀这个东西跟什么类型其实没关系。我现在发现它可能更多的是跟时长有关系。我自己的吧，我不能知道别人的我自己的 RPM 现在我马上给你去看一眼这个是新鲜热辣数据。等一下，收入5.79刀这个最近又在降，因为前一段时间大概涨到了接近6刀最近这一个礼拜在往下降。然后做同一个行业同一类产品能出来2家以上的独角兽吗？那太正常了，对吧？这个独角兽$10亿这个事儿呢，还是太小了就所以出2家以上的独角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你比如说国内现在做大模型的这些公司，基本上都达到独角兽了，就光阿里投资的可能就有5、6家了，对吧？所以不要说2家，这个非常容易但是你比如说，哎，我要达到这个$500亿往上，基本上就不太容易出2家了但是你看阿里跟这个拼多多2个做电商的2个$2000亿的公司1800亿吧，也在美国股市上在这儿拼杀来拼杀去呢。所以这个独角兽的标准还是很低的。大型设备租赁做过的都知道，大型设备这玩意儿一直都带锁的，你随便移动就会锁死，怕自己产权的大型设备被使用方给到卖掉，造成损失是这样的。
这个大型设备肯定是比较容易进行这个财产这个确权的吧。那么国际贸易不都是信用证吗？是第三方支付，怎么会有不付尾款的情况？哎呀，太正常了，对吧？信用证这个东西呢，是你比如说它付款也是分很多期的，然后呢，你开信用证，比如我先到银行去，然后呢存一笔钱，或者说银行认为我有相关信用，把信用证开到那边去，对吧？然后呢，你就可以把第一笔钱收到了，就可以把东西起运到那儿安装然后到最后肯定还是有尾款嘛，他据说是付了70%，剩下30%没付，而且这个就是信用证你也得开嘛，他剩下30%信用证没开出来。能说说 AI PC 吗？对，现在这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啊，一个是 AI PC，一个是 AI 手机啊。我到目前为止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AI PC 和 AI 手机都是伪需求，假的啊，不要想这个事情啊，非常非常明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并不会因为一个 PC 有了 AI 功能就喜欢它或者就要用它，而是需要什么？而是需要 AI 的功能能够替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对吧？现在这一部分是 OpenAI、微软、谷歌所有人都没想明白，就是 AI 到底能够帮助普通人干点啥而且现在所有用 AI 干的活都是在云端干的，OpenAI 是在云端干的，对吧？其他的各种的 Midjourney 或者达利什么都是在云端干的，包括以后的 Sora 也都是在云端干的。那我为什么要一个 PC 呢？对吧？我为什么要在本地有这么大的算力呢？这件事情大家其实是需要去思考的，要找到新的应用场景才可以用起来。特别是 AI 手机，因为我最近也在尝试各种可以在本地跑起来的模型，本地跑起来的模型其实它的这个输出能力是非常差的，要比这种像 ChatGPT 这种东西差非常远不用跟 ChatGPT 比，你跟什么百度文心一言比都差非常远。对吧？它在云端去跑起来，这个效果还是这个要强太多太多了比你在本地跑的速度要快非常多。因为我们在本地在 PC 上，像我的电脑大概也就能跑到34B 也就到这种水平，是340亿参数，什么72B 的，就是720亿参数的，在我电脑上根本跑不起来，对吧？想都不用想。然后在手机上大概也就是4B、7B 这种东西是能跑起来的，但是4B、7B 这样的模型其实基本上跟弱智没什么区别就是不要太想着他们能干什么。AI PC 如果出来了，AI 手机还远吗？就是他们都会出就是希望你去买，但是呢，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大家要知道，有一些新概念的东西，比如说，3D 电视，最后实际上就被淘汰了，对吧？大家不需要使用 3D 电视，虽然有一段时间你这个电视没有 3D 功能就没人要，对吧？但是最后这个就觉得实在是很无聊。现在你再看去买电视机还有 3D 电视这种东西没了，对吧？所以不一定是一个真实需求。中国电动车还有希望吗？全靠补贴活着千万不要这么讲，人家理想是盈利了的，对吧？现在世界上唯3的盈利电动车企业，第一个叫比亚迪，第二个叫特斯拉，第三个叫理想，还是能够挣钱的。开房数据比对特定时间的 ATM 机的现金存钱数据更精准哟。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用大量的现金，你就不要老去存嘛。中国人的隐私全在上面人的手里，想弄你就弄你。是的，副驾驶回放这一周的话题脑洞好大，不大不大。这周我们怎么算脑洞大呢？要不要聊聊刚发布的 Devon 还没试这个东西，我还没法跟大家聊，回头可以去试一试。这个程序员职业将不复存在这个事情，我已经录好视频了，然后大概是在后天放吧。这个等大家去看一看电动车做碰撞实验吗？是否带电碰撞？做呀，电动车也肯定也要做碰撞实验，A 柱、B 柱然后包括这个侧向、横向都得做，这个是肯定要做的。而且你不可能把电池包拆下来嘛，它那个东西一定是带着电池包一起去撞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电动车很多标准都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这个说的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给它时间嘛，对吧？你如果不给它时间的话，它不就永远没法经历考验的吗？你不给它时间怎么办呢？哟这个是
从 Twitter 这边来的观众啊，澳洲夏令时赶上直播可不容易了啊！澳洲现在原来是比我们差3个小时，现在可能是4个小时。忘了点赞了啊，赶快去点啊！本地跑的特定小模型有，例如带颜色的图文有没有可能性？这个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呀。你像比如 Stable Diffusion 是可以带颜色的呀。然后至于文字的话，你们去试试这个01大模型试试啊。这个你只要提的不是特别露骨的话，它都会满足你。但是你也不能天天坐在家里头生成这玩意儿啊，对吧？它这个没意思的呀。好，再往后，iOS 17.4发布，苹果通过检测你的地理位置来判定你是否在欧盟，那基本上就不要想有什么破解的方法了。最直观的例子就是谷歌的礼品卡使用政策。谷歌为了防止用户薅低价区羊毛，就规定礼品卡必须在当地使用，只要你的手机不处于礼品卡所在地区，就无法兑现和消费。想要通过代理软件实现跨区使用，几乎是做不到的。只有极少数非常干净的加宽带 IP 才有可能骗过这个检测机制。谷歌都能做到这一点，更何况苹果呢？这在技术上肯定是不难做到的。这个朋友呢写了一个很长的回复啊，但是我要一点一点的来告诉你。第一个呢，就是苹果规定的是你离开欧盟以后，短期离开我还是让你用的。如果你长期离开欧盟，这个手机上面这功能就不让用了啊，这个是有一个差异的。第二个，这个破解的问题呢，肯定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中国做了各种各样的破解谷歌、破解苹果的方式，对吧？甚至我们可以干嘛，在中国刷美国区苹果排行榜，这个事儿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对吧？所以不要想说我们破解不了它，甭管是改 GPS 信息、换美国的家用 IP。还是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我们肯定都可以干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有大量的公司在这块操作非常非常熟练的。然后第三，讲到谷歌呢，就是谷歌跟苹果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差异，就是谷歌一直是靠 IP 地址来确定你在哪儿，而苹果一般是靠你的账号地址来确定你在哪儿，所以他们两个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谷歌能做到的事情，这个苹果肯定能做到这件事儿呢，你又想多了啊！苹果的技术比谷歌还是要差很远的，所以谷歌能做到的事情，苹果可能很多是做不到的啊！这就是他这一条评论里头这么多槽点，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就这一条评论里槽点实在太多了啊！好，我再看看这边。本地 AI 去一已经很成熟了，可以一键本地搭建所有环境，是这样的。就是 Stable Diffusion 干这个事儿还是很熟练的啊。像马斯克要开源他们家的 AI 这个我准备明天再录一条来讲一讲马斯克开源 Grok 的事情。当然我最好是他开出来，他说他这周开嘛，我准备他开出来，然后试一试的。这种开源对业界到底有什么影响啊？等我试一下以后再跟大家讲。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比亚迪是扣掉补贴也盈利吗？比亚迪扣掉补贴肯定也是盈利的啊，你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人家能够把比亚迪秦 Plus 卖79800，你说它能不能盈利？对吧？而且比亚迪就算是我自己卖汽车不盈利，我给特斯拉卖电池盈不盈利？对吧？然后我用比亚迪买的这个电动车混装船把特斯拉装上，然后拉到美国去卖，这是盈不盈利？对吧？比亚迪有的是挣钱的方法。这个谷歌封礼品卡确实很丧心病狂，对正常渠道礼品卡的也误杀很严重，好吧？因为我没用过他们家礼品卡，不了解啊。我的这个 ChatGPT 是靠这个苹果卡去搞定的不能说技术优秀，完全就是蛮干。这个肯定是有办法处理，但是你对于个人来说呢，肯定是有一定难度了。
好，再往后啊，这个本身 TikTok 就不是中国企业啊，这是这个美国众议院限制 TikTok 这一条视频下面的，对吧？说本身 TikTok 就不是中国企业，在中国也不受待见，要不也不至于搞 YE 架构了。美国政府也不待见，而且目前不怎么赚钱，最歧视大陆用户，没见过比他封锁大陆用户更严重的软件了。还操纵舆论，这种企业没有存在的意义。啊，这个里头呢也是有很多槽点啊。第一个，这个 VIE 架构呢跟中国待不待见它是没关系的啊。做 VIE 架构的最主要原因是要到美国去上市。其实 TikTok 是没必要去做 VIE 架构的啊。这个这里要跟大家讲说，就是 TikTok 本身可能压根儿也不是一个 VIE 架构的公司。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去做 VIE 架构？就是它有两个大的前提条件都要同时满足啊。第一个前提条件，我要到美国去上市；第二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第二个前提条件是我要在中国大陆提供互联网服务，对吧？必须要满足这两个前提条件的公司才会去做 VIE 架构啊。那么 VIE 架构的目的是，我可以在开曼做一个公司，然后把所有的利润都汇集在这个公司里头，中间尽量不交税。然后让所有的利润为美国的股民去贡献利息啊，贡献股息啊，这是第一块。然后另外一块呢，因为我要为中国大陆提供服务，对吧？所以我需要做中国大陆的这个叫 ICP、ISP 的这些许可证，而这些许可证里头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100%内资企业啊，有1%的外资都不给你发，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 VIE 架构是躲这个玩意儿。啊，为什么去做协议控制？就是你比如百度啊，它在中国大陆提供这个服务，然后又到美国去上市，那么它在中国大陆提供服务的这个证书是放在它那个 YE 架构里的那个纯内资企业里头，而这个企业是不可以产生任何利润的，啊，或者你产生的所有利润要一分不少的都交到你的这个外资公司里头去啊，它是靠协议控制，不可以靠股权控制，这个是 VIE 架构出来的原因啊，不是这个因为中国政府待不待见它啊，这个事儿没关系。至于美国政府不待见呢，这个事儿没办法，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反正还是一个相互信任的事情吧。这个这个每次老跟大家讲这个偷斧子的故事啊，现在有很多人告诉我是这个典故叫做夷陵盗斧啊，这个是一个中国著名的典故，我是把名字忘了，所以每次都只能跟大家描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呢，它确实是会对我们有极大的不信任了。至于现在是不是赚钱呢？不知道啊，这个真的不确定，因为它并没有公布这一块的业绩。然后歧视大陆用户呢，我觉得倒也不是歧视了，我觉得这也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对吧？你如果这个产品真的开放出来给大陆用户去使用，那么它就涉及 VIE 刚才那个问题了，你需要在大陆申请各种证书。你像很多国外的产品啊，它在国内也没有这个相关的证书，但是呢，它也不会封禁你，它无所谓，对吧？但是对于 TikTok 这样的公司来说，啊，因为后边还是有中方股东嘛，他了解这个事情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一定是不敢去碰这个事情，一定会把中国大陆的所有的 IP 都封得死死的啊！现在我们见过的各种的封锁 IP 的方式，TikTok 绝对是最严格的，没有之一啊！啊，他确实是这么干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一旦他有100万以上的中国大陆用户，他想再到美国去上市，就要中国的数据安全法审核啊，他不可能通过啊，这个事儿就不用想了啊。所以呢，这样的公司啊，一定会非常严格的去封禁大陆用户啊，这跟歧视没关系。这个其实它封禁大陆用户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啊，以后有机会可以单独录一期节目给大家讲。这个操纵舆论这件事儿呢，我觉得都是阴谋论了，因为这种后边都是叫做算法嘛。咱们既然没有办法去重现，没有办法去这个真正形成完整的这个叫做呃证据链啊，所以我们不能去说它操纵舆论这件事情啊。那么这种企业是不是有存在的意义呢？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由我们说了算的，它有股东，有员工，对吧？你不能说你觉得它没有存在的意义，那么这个公司的股东就应该遭受损失，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对吧？那么它是不是有存在的意义？我觉得只有一种企业没有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不挣钱，对吧？你只要有挣钱的，或者说我预期你未来会挣钱的，那么这个企业都是有存在的意义的啊。好，再往后，美国众议院限制 TikTok 啊，
发送 notification 通知用户联系当地议员，很正常啊。说之前几年易贝要被征税，就发了数十次 email 和提醒，让人去联系议员反对收税。当然也没啥用就是了，最终还是被收税了。这个可能是我对于美国的政治和环境并不是那么了解了，但是我依然不认为他去发这个事情是一个理智的做法啊。再往后，这个美国众议院限制 TikTok，说这个有人问了说老范觉得印度工程师能不能搞定 TikTok 运维但里面还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换台湾工程师是不是搞定 TikTok 运维？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行想都不用想这个事情。为什么第一个是能力问题，就是这个能力呢，不是说人种的问题特别像台湾人跟我们其实是同宗同种，对吧？而是什么呢？就是你就干过就是干过，没干过就是没干过这个事儿，对吧？像我们以前说，你运维过这个上亿用户的平台没有？如果你没运维过这个事情，你可能就搞不定这件事儿，对吧？或者说我运维过，但是我只运维过广告平台，我没有运维过这种社交媒体平台，那你就搞不定这件事儿。那么现在你要想让这个一个新的人进来，你比如今天我们找一个台湾人进来，说我去运营这个平台行不行？不是完全不行但是要怎么干？先从本科生或者大学生毕业了招进来，然后呢就在TikTok 里边干这个比如说1年2年，让人带着你去干，干完了以后，中间也是不停的摸爬滚打，不停的摔跟头，你有可能能够适应这套节奏那印度工程师，你说这事儿行不行呢？我觉得就差得更远。为什么？因为这个里头其实是两部分。第一个，刚才我们讲能力问题，能力问题你是可以靠人带的或者说可以在里头去试这个事情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工作节奏和加班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印度人搞不定台湾人也搞不定必须是中国大陆的国籍的工程师在北京这一个办公地点才有可能搞定这件事情，而且这是 TikTok 在反复验证的事情，对吧？他把中国大陆籍的工程师搬到新加坡去，就发现 run 不起来了，对吧？这个事儿有好多的，你说它是低人权优势还是什么东西这个没有那么大关系但是确实是如此，也很悲哀，对吧？这个事情没什么可值得骄傲的这个事儿很悲哀好我看这个是念过了不能说技术优秀，完全就是蛮干，好吧？比亚迪最早是给其他人家的电子厂代工起家的，是的，比亚迪还是果链企业呢，就是苹果也有一些产品是他造的，对，Windows 升 Moment GPT-4 Turbo 免费用了是的，这个现在好像是 Copilot 都是 GPT-4 Turbo，但是他们输出的内容还是差异挺大的因为我是每天都会去比较这些东西。不封杀才怪，除非张一鸣这些高管想挨社会主义铁拳。要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张一鸣可能自己已经移民掉了呀，对吧？他不一定是在国内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他是不是依然是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事儿，现在不确定的。而且张一鸣也不在字节跳动里头占这个任何的职位，但是字节跳动的股份他还拿着本地大模型就是为了数据安全和隐私。例如，以后如果有了 AI 女友，我肯定是希望运行在本地，而不是云端服务器。这就是如同我下电影只有保存在本地硬盘才安心，而不是存在百度网盘上百度网盘是另外一个比较奇葩的东西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数据安全跟隐私这个事情其实是相对的。像我的话，所有的数据都在云端，我的电脑任何一台电脑随时可以格式化，对吧？随时可以初始化掉那么所有的数据都在云端，因为你需要再去应用这些数据，而不是说只是保有这些数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还是在云端会更方便一些。至于 AI 女友的话，以现在的
这个各个大模型，比如像什么 Llama 呀、Gma 呀什么这些大模型的调性的话，包括通义千问啊，就是因为我在本地试过这个所有的这些模型，啊，也不叫所有吧，是试过一部分吧，都是会这个啊跟你相敬如宾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 AI 女友，你说你到底是在本地还是在云端，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这个我现在看到尺度比较大的一个是 E 啊，还有一个是那个叫 Mestra，就是法国那个是尺度稍微大那么一点点。雷老板宣布发车了，号称订了10万台。哎呀，10万台干吧，那能怎么办呢？日本见面会是几点？几号几点啊？在上野哪里？我在东京，非常期待。好的，我们应该在上野公园附近吧，然后应该就是在这个金子瑞他们公司，然后等我到了东京以后，会给具体的地址发出来。时间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在周三上午10点，对吧？或者是一个我们再去商量一下啊，就是看看时间，因为那天是一个假日，这个他们公司反正是没有人上班，所以我们就可以占他们公司的地址去干活去啊，就大家聊聊天。美软类嘛，海外软类什么意思？这不知道问的是什么啊？AI for Windows 会像安卓子系统一样，国内没用到就被砍了啊？这个事儿有可能，这个事儿有可能，因为微软到国内到底怎么去提供服务，现在其实并没有一个定论了。早期国内网盘大乱斗，薅了50T 的天翼云盘，写了个脚本，天天往里加密，勇于备份拢数据，好吧？这个你可能不一定哪天就给你删了啊，因为他删你的时候也不给你任何赔偿。现在有专门搞颜色的 AI 角色扮演网站了，还有评分和 review 啊，这个事情是都可以有。啊，这个并不是那么难啊！我在自己电脑上试了试，觉得这个事情还比较容易。张一鸣去年就被各种爆料，人已经在新加坡了。对，他在新加坡，但是就是到底他是不是入了籍，或者说现在拿不拿到 PR 这个事情不确定啊。但我觉得比较大概率是他现在拿到 PR 了啊，入籍应该还没有。再往后啊，这个我们讲一下老虎过河这件事情啊，就是我在上周呢发了一个帖子，说我问了 ChatGPT 4，然后问了这个叫做 Cloud 3的这个免费模型，问了 Gemini，问了各种的本地模型，对吧？包括我最喜欢的 E34B，对吧？然后去问他们这个老虎过河的这个问题，结果呢发现所有人都答得非常烂，对吧？或者所有的这平台都答得很烂。啊，有人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这个我不能说完全彻底的分析了整个问题，但我认为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按照老范你的问题是无解的，除非有更多的限定和规则。我和 GPT-4做了些来回，我觉得他很努力的想符合规则去解题。如果无解，那就是人类自己缺陷 bug 的问题了。老范，请给出你的解，我们来分析批驳，继续关注啊。这个事情是这样，首先呢，它是3对啊，这个老虎母子啊，就是大 A 老虎，小 A 它的儿子，然后呢，大 B 啊虎妈妈，小 B 虎儿子，然后再加上大 C 虎妈妈，小 C 虎儿子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规定。然后呢，这个老虎过河的过程。啊，有一条船啊，船上只能有2个老虎，甭管是大老虎还是小老虎，永远只有2个，就是有1个或者有2个。然后呢，所有大老虎会划船，小老虎不会划船。然后只要是小老虎在没有大老虎的，就是自己妈妈的看护下，与其他的大老虎相遇了，就会直接被吃掉。要求能够这个平安过河，对吧？要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里头呢，就是有3个位置，就第一个是河的北岸，一个是船上。第3个是河的南岸，就是在船上的时候啊，这个小老虎不能跟其他大老虎在一起，只能是跟自己的妈妈在一起，或者是小老虎跟小老虎在一起。然后在河岸上啊，你比如说，如果是小 A 在这里，那么大 A 一定要在这儿，否则的话，如果出现大 B、大 C，那么小老虎就被吃掉了啊。这是完整的题是非常完整的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它逻辑上都是通洽的啊。至于解呢，其实也很简单啊，
就是小 A 会划船啊，就是有一只小老虎会划船，3只大老虎会划船嘛。那么小 A 先把这个小 B 拉到对岸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上船之前啊，大 A、大 B、大 C 都在这边，小 A、小 B、小 C 都在这边啊，都在一边，所以他们是安全的，是吧？上船以后呢，小 A、小 B 在船上，对吧？那么也是安全的。过了河以后，河对岸只有小 A 和小 B，然后河的另外一侧呢是大 A、大 B、大 C 和小 C，那么大家都是安全的。在这个时候，小 A 就可以单独再划船回来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这边是大 A 小 A、大 B 和大 C 小 C 啊，这个也是安全的。然后呢，小 A 再把小 C 带到船上去，再拉到对面去啊。那么这头等于就全是大老虎啊，A、B、C 大老虎，然后另外一头是 A、B、C 小老虎。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小 A 单独划船回来啊，那么这边是大 A 小 A 啊，那么是符合要求的。然后大 B 小 B 啊，大 B 大 C 啊也是符合要求。另外一头是这个小 B 小 C，那么再下一波呢是大 B 跟大 C 一起划船过去啊，那么在另外一头等于是大 B 小 B 大 C 小 C，然后原来这一头呢是大 A 小 A，然后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这个题里的比较难的是船在这头啊，现在船是在这个大 B 大 C 大 B 大 C 小 B 小 C 这一头啊，那么然后大 B 小 B 一起坐船回来，对吧？然后呢这一头是大 A 大 B 小 A 小 B 啊，另外一头是大 C 小 C，然后再往后是什么呢？是这个再往后呢是这个大 A 小 A 再坐船过去，对吧？坐船过去了以后呢，是这个我想想啊，它大 A 小 A 对坐船过去，然后再等于另外一头就是大 A 大 C 大 A 大 C 小 A 小 C，然后原来这头的话是大 B 小 B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是这个大 C 小 C 两个人再坐船回来啊，大家注意船又开回去了。然后呢，等于这边是大 A 大 A 小 A，然后另外一头是 B 和 C 的两对母子再下一步是什么呢？再下一步是大 B 大 C 过来，然后把小 B 小 C 留在原岸，然后呢小 A 呢再单独划船回去。那么现在等于就换过来，就是大 A 大 B 大 C 都在这边，小 A 小 B 小 C 在另外一边那么在这个时候，小 A 因为他会划船嘛，他再把小 B 拉过来，然后自己过去，再把小 C 拉过来是完成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们去给 ChatGPT 去沟通的时候特别像 GPT-4，你告诉他所有的这个东西以后呢，他就会中间犯错，犯了错以后，你再去告诉他说第几步错了，为什么什么他说对不起，我错了我再去改。然后你再告诉他第几步错了，为什么什么什么他再去改。但是呢，在告诉他几次以后，他会陷入循环，他会继续犯以前的错误，对吧？这个事情就无解了。你比如说每一次他做错了，我们告诉他哪儿错了他说对不起，我没注意到这一点，然后我再去改那么这个你如果不循环，不去走这个老路的话，那么他最后是有可能做对的。只是什么呢？大概做到2、3轮问答以后，他就开始循环了。所以这个事情他们解不了就 AI 还解不出来这个问题。好，再往后。老范，你的直播为什么留言可以直接显示在屏幕上？是用的什么工具实现的？这个东西叫 StreamYard 它是可以来实现这件事情。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StreamYard 的标这个东西长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们看到在右上角有一个标叫 StreamYard。老范在云上的数据不怕被删除吗？我放的是谷歌云。老范有 NAS， 对我是有 NAS， 但是我的数据依然会在云上备份01模型没有开放给公众吗？01模型，第一个它已经拿到了牌照，是可以开放给公众的。第二，我是用的 Ollama 在本地跑的就是前几次应该是做过一些节目跟大家演示 Ollama 这个东西怎么玩，挺好玩的，可以去看一看。ChatGPT 是不是是想不到老虎可以回对岸？也不是 ，ChatGPT 呢经常是这样，就是你告诉他说在船上、在岸上都不允许有小老虎跟陌生大老虎在一起，然后在没有母亲的陪护下，对吧？他能够理解这件事儿。然后我在写提示词的时候也得写得很清楚，但是呢，他就总是会忘。比如说，他告诉你说，第一步总是大 A 跟小 A 一起过去。
然后呢大 A 返回，然后再下一步呢可能就是大 B 跟大 C 过来了，那么你说对不起，这个事错了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啊。他说啊，那我没搞明白，我回去了啊。那么我第二步又换了啊，换成什么呢？比如说大 A 带着小 B 过来了，我说那大 A 跟小 B 在同一条船上，对吧？这个时候没有大 B 看守，那么小 B 就被吃掉了，也是不人行的啊。那么他说啊，对不起，我又搞错了，然后又回去了。回去完了以后就回成第一个方案了，要接着往前做，所以这个事儿他永远解不出来啊。NAS 原则上也是本地的啊，是的，还是本地备份最靠。本地备份最大的好处是快啊，回北岸啊。不过那个给议员打电话的动作，我觉得美国这边天天号召大家给议员打电话，他们的议员办公室是有人接电话的，他们的议员基本上是住在办公室的啊，有住群啊，这个家属也都是住在一起，这个还是挺有他们国家特色的啊，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哎，我今天还看了那个有一个网红在写说，美国的议员到底是不是全职的，对吧？这个特别有意思，他那个人应该也是在美国，啊，他叫蔡子博士啊，应该是在抖音上也是个大号，在这个YouTube 上也在做，因为抖音有一段时间被他封了，他在 YouTube 上做了一段时间，好像在我们的 Discord 群里他也混进来过，但是不怎么发言。他就讲说美国呢，国家的众议员、参议员都是职业的，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呢，到这个州的呢，就是绝大部分的州的这个众议员和参议员都是这个全职的啊，但是有个别的州，就是比较小的州，他们自己的议员是这个叫做兼职的，就是自己是有这个工作的啊，这个但是去参加议会活动还是有薪水，第一个有收入，第二个还有各种车马费啊什么都有。然后到这个叫做 county 或者是这种县市里边，这个也是分啊，就是大的城市里边可能就会有全职的啊，小的城市里边可能就都是兼职了啊。他说他前一个公司的某一位工程师啊，他的一个同事就是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县里头当议员啊，就是但是他平时还得上班，这个议会开会的时候他会去，对吧？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美国反正也是就是没有一定之规啊，大家按自己方便的来就行了。啊，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人家自己人可以号召自己人给议员打电话，但是 TikTok 也许不可以啊，这个事儿不好说啊。老范认为小米苏7低配能到20万以下吗？其实小米苏7到底是卖20万以下19.9，卖20、卖21、卖22，它有什么区别吗？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对吧？这个不要认为啊，这个事情到19万了就如何如何了，对吧？你除非到9万啊，这个事儿会确实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否则你中间差个这么1万2万的，其实差不了多少钱。而且大家也都想明白了，就是在这一次比亚迪上79800之前，对吧？大家还会关心你小米到底是卖19.8万呀，还是卖19.9万啊，还是卖23万呀？大家会关心这件事情。现在大家已经不关心了啊，无所谓了，你就拿出来吧，咱就生卖就完了啊，这个已经无所谓了，对吧？所以不用太在意小米到底卖多少钱这个事儿。据说还有人怂恿去跟议员办公室预约的，啊，塔主，这跟我们大王朝啊、大天朝信访工作有啥区别？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敢问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去预约，就是反正美国呢，你包括写邮件、打电话，这个预约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反正你要让人家去个怎么说呢？让人家去有一个反应的时间就好了，你不要去冲击就行。这个之前铜锣湾书店的桂民海是吧？啊，这个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故事啊？啊，谷歌去年说会删除1年不活跃的账号，我前两天登录了老账号，竟然数据都还在。谷歌没注意这个事情啊，反正因为我的谷歌账号都比较活跃，像香港那样的事情，还是少讨论为妙。对，我觉得也是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再往后啊，总之就是逻辑能力不行。啊，给议员打电话，这不正中下怀吗？干预政治，但我觉得这个事情，
反正美国有它政治的运作方式吧，我们不用再去管它到底怎么干预这个事情。听说小米苏七用的是固态电池吗？不是啊，不是固态电池，还是原来的标准电池，它用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小米苏七的电池唯一的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它电池朝下，对吧？一般的电动车的电池都朝上，就是什么叫电池朝上？就是它的电极啊，还有包括整个电池的这个维护接口都在上面，但是小米苏七是在下面。然后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就是你一旦这个电池发生挤压碰撞，然后开始着火了以后，如果朝上的话，那个车的那个火焰是朝车里边烧的；如果朝下的话，那个火焰就在朝外烧。所以小米觉得这样做会更安全一些，他把这东西做的朝下。当然，你说这大机灵也不是只有他头一个想起来啊，就是为什么其他人不会把这个车的电池做的朝下呢？因为朝下了以后，这东西没法修，对吧？你一旦把这个电池的所有电极什么东西都做在底下了，对吧？因为底下还有这个底盘装甲，还有这些东西，你一旦电池坏了以后，你怎么维修更换，或者怎么在里边去调整这事儿，完全没法干啊。所以小米这个机灵，看最后抖成什么样。真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啊，还是切西瓜用的啊？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这个是对，两边同步啊，有 Twitter 的，有这个 YouTube 的。你像你现在你的头像上头有个 X，你就是 Twitter 用户发的评论。这个老范觉得未来还有未来吗？我觉得以未来现在手里边的现金再烧个3年是没毛病的。你在它现金烧光之前，你都不能说它没有未来。固态电池用在车上还早得很呢啊，现在应该还是有一定距离吧。大聪明小米，对，哎，中国人其实大家每一次做新车的时候都会在里头抖点小机灵啊，但是这种机灵有的时候呢就会呃有结果，有的时候就会被人贻笑大方啊。一个减速带会不会就废了啊？倒也不至于，就肯定这些还是可以的。现在他们在电动车做那个碰撞测试的时候，专门有一个叫独龙柱还叫什么一个特殊的测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柱子，然后在这个地当间立着，然后这个你要把这个车从这个柱子上的开过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柱子会整个的把你的底盘都刮一遍。对，现在这个所有电动车都在做这个测试，所以我相信小米应该也做了这个测试啊，所以不用太担心减速带的事情。怎么评价理想 Mega 最近的风评？哎呀，这个也录好视频了啊，这个等着这个过1、2天放吧。现在我在攒稿子，因为下个礼拜要去日本嘛，所以我现在在攒稿。为什么只有你的视频可以小屏幕，其他都不可以？这我还真不知道，我从什么都没动过啊。这个好多人在问我，但是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上好啊，来晚了，不晚不晚啊，欢迎加入。再往后啊，是这个谷歌购买 Reddit 数据这一条啊，是做训练大模型。这一期让我想起了被八股文横幅统治互联网的大恐怖，但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这是严重的同质化，会形成反向的刺激。以后的创作会更偏向于更能够引起用户广泛共鸣的创意内容和服务，而不是现在谁的制作流水线更成熟，声音更大，谁就能占据这个主流空间吧。这个朋友呢，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我们看现在吧，比如说到日本，对吧？有一个人叫寿司之神，他要一个人手捏寿司，而且还要让你在他面前，然后他要看着你吃这个寿司，然后根据你的表情，然后怎么用他的爱，然后捏出下一个寿司来，对吧？这种故事呢会流传，但是绝大部分人会吃到的可能还是机器寿司就完事儿了，不会真的是上人的啊，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未来的这个 AI，你说是不是可以生产出广泛共鸣的创意内容呢？一定可以啊，因为 AI 它可以参考更多的内容，参考更多的数据，然后去知道什么样的内容更容易引起广泛共鸣，对吧？你像学画画这件事儿，AI 肯定学的比人快啊，对吧？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未来一定是 AI 会同化掉人类本身的文明，而不是人类驯化 AI 啊，这个是我是比较坚持这么认为的。再往后啊，还是同样一条 Reddit 最大股东啊，叫做 Advance Magazine Publisher 啊，叫 AMP 吧，应该是叫什么
一个杂志社的一个杂志编辑社吧，它是最大的股东啊，持股比例是30.1%。然后其次，Reddit 的第二大股东是腾讯啊，占11%。第三大股东是 OpenAI 的创始人兼 CEO 山姆奥特曼啊，持有8.7%的股份，并拥有9.2%的投票权啊，这是这样。Reddit 就是这样的一个股权结构。所以当时我看到 Reddit 把它的数据卖给人去做训练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起来，哎，我说不会卖给腾讯了吧？这玩意儿多吓人啊！对吧？后来仔细查了一下，发现是卖给谷歌了啊。因为我看到第一篇文章是 Reddit 把它的数据$6000每年卖给了某大模型训练公司，当时吓了我一跳，对吧？现在看来啊，不是这么回事啊，谷歌还是堂堂正正出去花钱去了。理想好像有点气急败坏了啊，是这样的啊，这个你们等过2天看我的这个评论看我的这个视频。这次老范去差旅费实现了别人出差旅费的理想了吗？感谢啊，感谢这个金子睿出差旅费。还有天妇罗之神啊，天妇罗之神我还没见过啊，就没听说过这个神。但是寿司之神那故事我是听说过，因为以前我在猎豹的时候呢，这个富盛会干一个事情，就是周末的时候带公司的一些他喜爱的员工啊去日本吃寿司之神啊，他会干这样的事情。当然，这个我当时没有那么招他喜欢了，这个所以从来没有参与过。然后，但是他们每一次回来以后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吃寿司之神的这个感受啊，这个当然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也吃不出什么好坏来，所以就不用费这个劲了。你觉得国内现在的跟风 AI 这个事情，能跟上国外的脚步吗？呃，这个事情呢，我最近也是准备再录一条视频，再讲一下这个事情。特别是今天看了那个 Jeff 科技视角讲的这个，中国的 AI 里头缺数据啊，数据有问题。它里边讲到一个数据说，全世界最大的100万个网站里头，大概50%几是美国网站。然后中国网站大概5%点几，第二名是5%点几是西班牙语网站，50%几不是美国网站，是英语网站。然后中国网站大概是排的非常靠后，只有1%点几的内容是来自于中国网站啊，这个数据我是严重的质疑的，所以我也是准备再做一条内容出来去讲一下这个事情。天啊，听直播的时候无法拉进度条这个事情太魔幻了。听老虎数学题的时候，我就狂找进度条，不是一个文科生的求生欲。其实这个题并不难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题有多难嘛？就是3只老虎嘛，这个3对老虎嘛，这个过河的过程，应该我觉得我刚才讲的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吧。Reddit 现在封闭的要死啊，这个搜索引擎进去从来都是直接报错，这个很正常。人家这个数据既然卖钱了，你不把它封死点，怎么能让谷歌觉得这个$6000万花的值呢？Reddit 出那个随身 AI 助手咋看？我没玩过那个东西不是 Reddit 吧？就是你说的是那个，就是那个硬件那个玩意儿吧？那个我觉得就是扯淡啊，也就是一个给大家尝试的东西，离这个最后能够用，我觉得还差得比较远。理想那车我感觉我蛮喜欢的，我的审美是不是有问题？其实没什么问题。这个真的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它的车之所以有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上头画了个电字这个事儿我反正在节目里去讲，过2天大家看。其实我看那个谁戴世煌买了一辆那个车，还在那晒呢，就是那个心动网络的那个老大买了一辆。能聊聊之前数字游民项目为啥暂停了吗？不方便可以放会员频道没什么。就是融资遇到困难了，就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投资基金嘛，那么融资遇到困难的话，而且原来另外一个合伙人也出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就暂时停下来了。百度都是垃圾数据，搜东西出广告这个指望这些数据训练怎么用这个我倒不太赞同百度还是有好数据的。我觉得中国不缺数据，缺的是定义数据和标注数据的人这块也不缺。这个中国但是怎么说呢？现在跟数据有关的这个事情，可能，有可能讲了也只能放会员频道了。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想骂人这个
就不能在外面公众频道骂人，这个不礼貌，对吧？而且也给自己找麻烦。国内互联网公司仿佛都跟 HTTP 有仇，全是玩孤岛啊，也不是。这个，但反正确实是有一定的这方面的情况吧。这个中国缺有效数据、针对性数据、合理数据。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讲啊。这个什么叫有效，其实是没法去进行这样定义的啊。理想的车本来看着也没啥，但是一听说像灵车，我就回不去了。这个我觉得也还好了。这个赶上了啊，赶上啊。这个超狂欢迎开始了哦。在中文 YouTuber 的璀璨世界里，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迎来最闪耀的大 V 啊！然后这个就是那位如金子般珍贵的老范，他将在18号至20号啊，这个莅临我公司，带来一波知识、指导和这个超炫的风采。没有，我就是咱们去好好的相互交流啊，也是要学习，因为日本的很多事情呢，对于我来说也是道听途说啊，我也要向你们去了解日本到底是怎么在做这个事情。理想车这事儿，我同意老范的观点，要是订单多，理想不乐意，乐不得有人炒外形的话题。问题是卖不好，外形好不好就见仁见智了。其实你要想，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X 出来的时候，大家也喷说这玩意儿怎么能长成这样，对吧？太丑了，怎么能太恶心了这东西？但是现在大家不也挺喜欢看的吗？中国的数据是有缺陷的啊，这个哎算了，以后我还是所有骂人的节目都放会员频道吧。贴吧、知乎加起来应该不比 Reddit 少吧？这个事情看怎么说这事儿啊。所以出个新车，有人出来调侃，心态就崩了啊，这个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会员频道骂人啊，要不骂爽的话立即充会员这个还是算了啊，这个不能听你的胡说八道。国内这个插混动车哪个还不错？安全一些怕自燃引起法律纠纷。其实我是一直讨厌插混和混动的或者是这种叫做什么，就是这种增程这我是比较讨厌这种东西，因为为什么它不纯粹作为工程师来说，我们喜欢纯粹的东西。百度的数据靠近了，能闻到臭这个不要这么想，就跟这个恶意返乡、恶意什么似的，这数据本身没有好坏。体会到会员的尊严了是这样的。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也控制不太住情绪，那么就在会员频道里说一说呗。好那么这个再往后，家电强制报废这个我觉得家电强制报废实际上已经在实行了，不用互联网控制那么费劲，厂商通过计划报废控制产品的寿命，基本上出了免费质保期就会开始出现各种问题，逼得你自己就换了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厂家肯定会干这个事儿但是他只要不强制就行了。你至于说我愿意忍我愿意修，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说我不愿意忍，我就要用新的也是自己的选择，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跟强制报废这是两回事儿。再往后这个是按照领导意思办呗今年主打的就是亲自办的这个大宗商品换新这个确实是今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大宗商品大型生产设备、家用电器和汽车要进行努力换新这个是希望刺激起内需、刺激消费来吧但是也可能是因为有这个领导要求以旧换新这个事情，所以强制报废呢，今年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好，再往后，手机、计算机这些黑店算力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后，应该也会像白电一样，可以买一台用10多年的。但是手机、计算机厂商可以通过系统软件支持的方式来鼓励用户换新机，比如现在的手机在买的时候就会说支持5年内的系统升级，5年后新系统就不给你用了白电想要增加用户的换机率，应该也用一些类似的手段，比如
各种智能电器每年更新各种新的算法、新玩法，啊，仅限10年内新机才能升级，啊，这样至少一些喜欢体验新鲜事物的人会换新机。像我买的 WiFi 5的路由器，如果一直用，应该也能用个10年，但是出了 WiFi 6，我就去换了新路由器了。现在出了 WiFi 7，我又在考虑是不是换个新的。白电就是因为有一点技术升级白电就是因为一点技术升级都没有，几十年如一日，自然就没有人去换了。哪怕你编个新技术名词，来点噱头也行啊。这个里头呢，几件事啊。第一个，手机和计算机这件事呢，确实是会去进行升级啊，但是升级呢，特别是手机吧，安卓手机啊，只给最新的旗舰机升啊。苹果呢，可能还会照顾一些旧一点的机器而且苹果因为故意缩短电池寿命，就让你去买新机嘛。这个事情好像是被欧盟罚了一大笔钱，对吧？然后还必须给大家免费换电池，或者用低廉的价格给大家换电池这件事情他们确实是干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怎么说呢？你要看手机这件事儿，中国的手机比欧洲的手机要新得多像中国以前，我这个经济条件还比较好的时候，大概是一年换2只手机后来是一年换1只手机后来呢是这个，因为我是一般是有2只手机在同时使用嘛，一个安卓，一个 iOS，所以我就是每年都会换1只手机，但是每只手机的寿命是2年。现在就真的是没有换的必要了，对吧？这个其实好多还是跟经济相关这个欧洲的手机真的是很旧很旧，就是我在欧洲，在法国待过，然后呢，他们是满街都是可能4、5年前的手机iPhone 还在用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至于 WiFi 这件事儿呢，这个跟大家讲一故事吧，就是有一个老公有一个漂亮的老婆，然后他老婆说，我需要一个衣柜好像是有本小说讲的这个，然后他老公就给他费了半天劲买了个衣柜。然后他老婆说：“这个有了衣柜以后我这个需要个项链还是需要个什么？反正他就每次都需要一件新东西。”后来说：“这个我需要个新房子她老公又是拼尽了所有的能力去买了新房子，然后说我需要新家具又去买了新家具。然后最后呢，他这个看了一圈，说这个屋子里头唯一不太搭调的就是他这老公这个因为你想这么辛苦嘛，这个家具都换了，然后首饰也换了，房子也换了，这个衣服也都换了，对吧？这个老公肯定是极其疲惫的一个状态。”说我现在是不是需要一个新老公这个就是这样的。这个 WiFi 6呢，其实也是如此。你把这个路由器换成 WiFi 6的，你需要下一件事干嘛呢？你需要换手机、换电脑因为你没有这些设备的话，你那个 WiFi 6你是用不上的WiFi 6是 WiFi 的那个叫一个，它反而是一个特殊的协议。然后 WiFi 7其实也是一个特殊协议。你一旦换了 WiFi 7的路由器，你要想把这个协议用起来，你要把电脑家里所有电器都换一遍所以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换房子换那个家具那个故事是一样的，是永无止境的最后换来换去发现跟不上形势的永远是你自己再往后家电强制报废，说东西做的烂才命短，人人都想不择手段割韭菜这个我是不同意的。我们是工程师至少我原来是工程师，所以我会用工程的方式来去理解可用性的问题。你把它做的再好你比如说我把寿命做到10年，什么意思？就是在10年之内，这个设备的故障率和这个维修的一个状态可以达到厂家和用户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对吧？这是一个制造的过程那你说我把这个东西做到15年行不行？可以，对吧？依然让它的故障率，让它的这个维修成本在厂家与用户双方接受的范围内。但是如果我把它做到15年，我所需要支付的制造成本可能是把它做到10年的10倍，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商业的人，作为一个可以去写数学题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应该选择在法律要求的范围内，我用最小的成本把东西做出来，然后通过价格竞争把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干掉，这才是应该干的事情。对吧？所以不要在这里去意气用事再往后是董明珠果然是一个合格的资本家，不妨再出更多的提案，比如强制爱国者家电购买提案这个事情呢，其实这样，我今天还稍微查了一下，就是国内的这些
大企业家啊，这个比如说雷军，他是人大代表，马化腾是人大代表，董明珠是人大代表，然后呢，这个小鹏汽车的何小鹏也是人大代表啊。然后其他的，比如像周鸿祎啊、齐向东是原来从360分拆出来，现在做启安信的那个老板，然后李彦宏，然后呢还有一些，我忘了还有哪些这个人吧，他们是什么呢？是政协委员啊，这个政协委员呢就要比这个人大代表稍微低一点啊，这个因为他不是选出来的，叫政协委员是可以推举的，像他们就属于是这种大的这个企业家，有时候他们是可以自动的获得这个政协委员资质的但是呢也可以提提案，这个没有毛病。所有这些人呢，他们提的提案跟自己相关，这就是对了，这才是真正说民主该干的活对吧？你是一个企业家，你卖电器的，你上来不提案说大家去买电器，你去提案说咱们搞一个精神文明建设，那不是疯了吗？对吧？所以大家就是干什么的吆喝什么，这才是真正该干的活对吧？董明珠去吆喝大家去买电器，这是对的，他就该干这件事对吧？他就应该代表这个电器公司老板的这个身份去吆喝大家买电器，对吧？他吆喝任何其他事情都不对他只有吆喝这件事才是对的。好让我们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大清早的设了闹钟赶直播，还是晚了你这个是在美国吗？不用强制报废，不给你更新系统就好了。比如1万多的小米电视，初代大师很久很久没有获得更新了，好吧？小米电视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用的因为我们家也是小米电视。这个请问老范张一鸣确认最近不回国了吗？这种问题你问我，我问谁去，对吧？我又不是他们家的人我也不认识他。这个有很多人觉得，哎，我说什么事儿我就一定是知道内幕消息，没有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我跟你们掌握的信息是一样的，可能我最多就是愿意更多的去搜索，更多的去搜集一些信息，但是我能得到的所有信息也都是公开的。限时更新这事儿不新鲜，苹果其实也这么玩，Mac、iPhone，都只支持的一定年限，Mac 我记得是7年是，因为你再出新版本去更新那个旧系统，你更新不上去了。只不过比安卓厂商还是良心多了，是的，安卓厂商是真的不良心强制换新学 iPhone，Apple Care 年年换新，参考一下这个 Apple Care 我不知道它那个换新机，我没闹明白它那个东西到底怎么玩的这个纯果粉才年年换新我当不起果粉，是的，当果粉还是比较贵的。不当纯果粉代价太大了，是的。老范这个范范，河北燕郊发生了什么事情？光看央视、央广，记者被驱逐了，也就是煤气罐爆炸了，也不一定煤气罐，可能是管道煤气爆炸了呗。那个事儿，因为我今天看了 Tiny Fu 做的那期节目，本来也想做一期的，后来聊了，跟他在这个微信里聊了一会儿，发现那个节目也没法做到公众频道里了，想骂人，这个回头再说吧。这个期待老范来东京怎么才能不错过报名信息？就是我肯定会把这个行程贴在 YouTube 的这个频道里或者会贴在这个帖子里头。然后呢，具体是哪一天、什么时间点、在什么地方，对吧？一定会贴进去。然后这个有一个报名，是不是需要做报名通道？我还没想明白这个我觉得大家来就好了。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人，你像我在东京还能有几个观众呢，对吧？不会特别多的。使用寿命、经济寿命选哪个？一般要选择经济寿命。有些使用寿命末期，维修成本极高，配件不生产了，拆旧配件质量不可靠，所以一般经济寿命到了就换这个其实真不一定。像我比如说用汽车吧，
我的第一辆车是用了几年，可能是4、5年还是5、6年，忘了啊。第二辆车，我现在应该是用的第三辆车啊，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也不想去换它，这个我从来没有哪辆车把它用报废过啊。但是就是你用一段时间说，哎，差不多该去买个新的了，就去买了。中产的孩子没有未来这篇文章吗？啊，这个我没看这个文章，我回头去学习一下啊。当然我不算中产，我算是平民，贫下中农，但是差一点啊，但是肯定没有像达到中产这个水平。另外我记得当年高晓松说过，看超级碗的时候，看球的美国人大量拿7、8年前的手机拍照，所以貌似美国人的手机更新率也不高，相比新手机还是看球来劲。对，中国人就不看球，都是买手机去了。想起前一阵子奥斯卡上的一个段子，有搞笑记者拿了个苹果手机现场让提姆·库克现场指导如何连蓝牙，提姆没听见就转身走了。这个记者来了一句：“苹果客服真差劲儿。”好吧，这个也是一个梗啊，这个太有意思了。买苹果股票啊，苹果产品感觉都是送的了。但苹果股票最近涨了吗？苹果股票我印象里好像一直在往下滑吧。1212啊，这个 CCTV2，苹果啊，这个记者被驱逐。我觉得记者被驱逐这个事儿在哪儿都会出现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我朋友之前出新机就以旧换新，从来不带壳贴膜，前2天发现他给手机带壳了，哎，现在肯定还是日子不好过了嘛。不是会员的让去吗？让，这个到那儿就是都可以聊聊天没什么问题。这个这个如果碰得到就碰吧。好啊，那我们继续。马斯克与 OpenAI 对抗这期视频里头有人问了说，你说 OpenAI 公开私下邮件是不道德，那马斯克在公开场合攻击 OpenAI 那是道德吗？很受不了这种受害者有罪论。你如果被霸凌了，别人各种分析你的反击不道德，你乐意吗？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就是马斯克是去法院起诉他了。对吧？然后呢，马斯克到推特上说我不喜欢他，对吧？这件事情我觉得没什么问题。OpenAI，你如果同等的也做这样的事情，我到法院去应诉或者到法院上去反诉马斯克也没毛病，对吧？然后我也到推特上说，哎，马斯克，我也不喜欢你，这事儿也没问题，对吧？然后你把很多以前大家私人发的信息发出来，这个事情呢，我讲的还是这样，叫己所不愿，勿施于人你自己不乐意的事儿，你就别在别人身上干。对吧？这个也就如此了没什么别的可说的。再往后H20砍单这一条，就今儿早上这条今天早上这条实在太狼狈了。为什么呢？我是昨天昨天上午录的这条是英伟达礼拜五跌了5.多%然后呢，大概5.5%吧，礼拜一继续下滑，跌了2点几。然后当时呢，其实大部分人判断，包括我自己的判断也是一样，就是这个英伟达并没出事儿，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买了一大堆的这个看涨期权，然后你看涨期权呢，相当于是这个我认为未来股票会买嘛，就是你相当于是我是借钱去买股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期权它有到期的日子，然后你到期的时候，你就要去处理这个期权，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就会有一定的回调压力。所以英伟达应该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昨天录完视频了以后呢，到今儿早晨本来是计划明天早上放这条，其实我录了2条昨天，然后结果一看昨儿晚上涨了7点几，我说算了，先把这条放了吧。放完了以后还自己发了一条评论置顶说实在对不起这个我录的时候还在跌，但是录完了以后在睡觉的时候它涨了所以这个是稍微有一点点小被动那么在这个里边有人问了说没这么容易吧？当年苏联也是自己搞一套半导体技术，结果只有自己玩，最后还是玩死自己了。内循环永远没有出路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中国现在的状态跟当时苏联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苏联是从底层科技完完全全自己搞的，而中国现在
就是怎么说，就是所有的 AI 相关的专家，包括这个英伟达里头大量的工程师，台积电里头的很多工程师都是中国籍员工啊，不是台湾人，不是华人，是中国籍员工。所以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是我们知道的，而且我们也不会说一定摁起头来说我再重新干一遍啊，没有人这么傻，所以我们有可能还是可以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的。再往后啊，这个美国的反垄断法对英伟达失效了这是在养猪吗？这件事儿呢，美国反垄断法并没有失效美国的反垄断法其实调查了英伟达这个因为这个日子过去的并不久，是什么事儿呢？英伟达前一段时间是想买 ARM 的，对吧？他希望从英国把 ARM 整个收购下来当时 ARM 的这个100%的股东是软银他希望把软银手里的股票全买下来但是呢，美国政府直接把它摁死了，说我认为你如果买了以后对世界不公平会形成垄断，直接把它摁那儿了，对吧？这个是英伟达已经在这个美国反垄断法面前吃了一次瘪了当然我觉得真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当时真的把 ARM 买下来了，可能英伟达就会全力进军这种移动互联网，或者说这种终端设备，就不会说我在这个 A100、H100上花那么大功夫了。你想他买 ARM 也得花个几百亿美金他手里头你别看他现在值2万亿美金，他手里未必有那么多现金，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美国政府救了他美国反垄断法，包括当时是欧洲的包括中国好像都否决了这个案子英伟达就没有买成 ARM。那至于说在这个叫什么呢？在这个算力卡这一块英伟达是不是形成了垄断呢？这就是涉及反垄断调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法律这个东西效率很差，对吧？现在我们天天在讲日新月异，日新月异，每天一个新面貌，对吧？这个反垄断法就算要开始对英伟达进行调查，这个算力卡这个事儿也不一定要整个几年，对吧？这个事儿没那么快所以用法律执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往后去年底就因为进中国而跌了一波，但上一季财报出来之后，大家发现中国那点需求根本没影响，4%到6%，全世界的订单都造不过来，中国需求早就不是个事儿了这位朋友呢讲的话其实逻辑上是倒果为因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占比只有4%到6%呢？是因为限制了。如果不限制的话，那么中国销售额的占比可能就能达到20%到30%，对吧？英伟达其实是少赚到了这笔钱，正是因为有了限制正是因为了各种的这个美国的禁令，所以只剩下4%到6%。至于说订单这件事儿，你英伟达是个 design house， 它是个设计师，他哪有造不过来的那个东西叫台积电，对不对？台积电会有造不过来的问题，英伟达不会有这问题的，又不要靠他自己造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要去分析所有故事的原因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你得到的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再往后，中国又要开启大炼钢铁了。网上查了下，大炼钢铁和大饥荒时代几乎重叠这个，哎呀，这个大炼芯片、大炼 AI，然后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吓人、比较让人唏嘘的事情千万不要再出这个大饥荒这样的事情这个太吓人了。再往后还是 H20砍单。不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是决定性的方向，大模型对于提升生产力的作用不大。个人觉得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商业化落地会很困难，人工智能的标准性太差准确性太差，用不到工业场景。英伟达火爆是因为人工智能热潮带来起来的也就那样。至于芯片的问题，高端芯片什么2纳米、5纳米，主要是用在便携设备上。对于体积没有要求的，完全可以用更多的14纳米或者28纳米来去解决。而这个
中国应该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啊。这位朋友不知道站哪头了啊，一个一个来回答啊。他们应该是分了3段来去解这个事情吧。第一个，人工智能就是现在唯一的这个方向，没有之一啊。因为人工智能的这个突破上来以后，甭管是科学研究、内容创作，都会有长足的发展。至于说生产力这件事儿，对吧？您又不是工业斯巴达的信奉者，我们难道要靠人工智能去造汽车吗？虽然也不是说造不出来，对吧？而且有可能会极大的改进汽车工业，改进其他的农业，改进都有可能的，对吧？现在已经有人用人工智能去计算蛋白质的分子。对吧？去计算很多的药物，这个事都在去做，所以马上就要迎来科技大爆发了。而且后面生产力会更多的体现在虚拟内容的创作上，而不是多造出一辆汽车来。你现在有本事多造出100辆汽车来，你卖得掉吗？你卖不掉，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去买汽车了。你再造出10亿只手机来，你能卖掉吗？你卖不掉的。但是我在手机里边，对吧？写大量的游戏。就会有人去玩耍，对吧？这才是真正人工智能提升生产力的地方，而不是人工智能说我要去大炼钢铁，对吧？它不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后面人工智能商业化落地困难这件事呢，人工智能准确性差这件事情，对吧？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一个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的时候，这就不是问题了，它是机遇，对吧？我们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未来就属于我们这个才是真正应该去理解人工智能的方向。第二个，英伟达的火爆是因为人工智能热潮带起来的这个我是同意的，它就是因为人工智能，所以才带起了这件事情。至于英伟达是不是应该在里边挣这么多钱这个事情我也在思考，我一直觉得不应该那么这个最后看。第三个，至于芯片问题，高端芯片2纳米和5纳米主要是用在便携设备上，这个事儿其实是不对的就是工艺制成越高，也就是说这个纳米数越小，比如说真的有2纳米了，或者现在好像已经开始做出1纳米的芯片来了。它呢，一方面可以把芯片做小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可以省电，可以少发热，对吧？可以让它有更高的功率去进行运算，对吧？这个才是真正有效的。而现在做算力卡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对体积、对耗电没有要求，我们现在追求的东西叫做算力密集度，在1立方米的空间里，它到底能装多少算力进去？因为你做了大了以后，你没法把它们装在同一个芯片里头，它散热搞不定了以后，对吧？你就没法训练更大的模型，因为它在芯片与芯片之间、芯片与内存之间的传输是很慢的，对吧？你做大模型训练的时候你就搞不定，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更高制程的芯片，才可以把这个芯片做得更小、更省电，然后让单位体积里边可以塞更多的这个芯片进去。你们以为这个芯片有多大吗？这个芯片并没有多大的，对吧？你看那个卡很大，那个卡周围其实好多是那个内存，就是 HBM 内存。而且大家要知道，他们在一台服务器里边是插16张显卡的，对吧？你想一张显卡几万美金、4万美金一张，它在一台服务器里插16张是非常非常紧凑的插在一起，对吧？那你说中国人造的很大然后我需要用更多的什么水冷、更多的什么这些东西才能让它转起来，而且数据需要在各种电脑之间，在这个服务器之间进行传来传去，那这个事儿你就训练不出大模型来这个事儿是做不了的所以在中国这个高制程芯片这块还是绕不过去，必须要去赶上这个事儿不能说我有28纳米就可以用了。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网上的 YouTube 的所有的评论都读完了这个我看看还有什么。塔主好像今年奥斯卡也有人讨论歧视亚裔的话，说杨紫琼的关继威颁奖受到了冷遇这个我还没看这个片子这个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在推荐说今年的奥斯卡颁奖礼应该看一下，我准备回头去研究一下只有东亚有跟朝换手机的文化，其实也还好了。因为我是去过日本，不知道现在手机是不是都是买新的日本、韩国可能是使用新的吧。台湾的手机好像是比较新的，泰国人还是用的比较旧的手机。然后我到印尼也去过，他们用的手机也不行。
对，大家记得点赞啊。然后啊，马斯克站在道德制高点，利用群体压力施压，是的，有一点这样的。而且马斯克现在准备开源他的 Group 啊，感谢打赏，感谢感谢感谢啊！金上不一定这么想啊，都已经把所有的东西全去靠国产替代了，而且都说要满足安全需求，这个是想另起炉灶的感觉，我觉得起不来啊，真正明白人是不会另起炉灶的。老黄当时买 ARM 这事儿确实犯了众怒，业界就没有帮老黄说话的，是这样的。谷歌、微软、英特尔没有一个人朝他说话的。看到大饥荒几个字儿啊，就让我想起了袁腾飞啊，这些人都不用想了。又赶上了，好开心啊！有一种说法，大炼钢铁是为了找个理由把老百姓这个我觉得没必要这么去想这个事儿吧。GPU 是因为对于图像的矩阵计算跟 GPT 的多重注意力机制的向量模型是可以直接应用的啊，但不一定是最佳模式，所以英伟达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啊。这个我觉得 GPU 具体的情况，我的今天早上那篇视频还是讲的挺明白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下个月去日本参观，这叫什么？第一个字不认识啊，什么木本田这个博物馆，日本企业的博物馆不错，建议老范参观。川崎博物馆在横滨，丰田博物馆在名古屋，雅马哈的博物馆在这个滨松东边。这个我个人是比较宅的一个人啊，这个到那儿还可能尽量给大家录节目做直播。范范，我觉得能使人工智能商业落地的领域，必定是要先在与性娱乐相关的产业里啊，这个冯小刚的《非诚勿扰3》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人工智能提供情感支持和性，好吧，我们还是说情感支持吧。这个硅晶圆、光刻胶啥的有卡脖子吗？光刻胶好像是主要日本产啊，但是硅晶圆我们好像是能自己造，但我具体不记得了，没有仔细去查啊。谢谢。好，也有人认为 AI 还是生产新产业链的开端，是这样的，AI 是会开启很多新的产业链的。加拿大人手机换得快，这边话费贵，合约机显得很便宜。哦，这样的还有这样的问题，对。去日本啊，这些人怎么就这么奇怪呢？稳中向好是妥妥没跑了啊！包括很多国企、央企，今天的主题都有节省成本。你节省成本怎么能够换新呢？对吧？你现在就是要以旧换新啊！你不以旧换新，整个经济怎么拉动起来呢？啊，这个才是现在在努力干的事情吧。好，让我看看现在的 YouTube 上有270个人，Twitter 上Twitter 上居然有400多人在看直播，这个太夸张了吧！我没想到 Twitter 上会有这么多人看直播。我觉得 Twitter 这个数据有问题啊，因为我们收到的 Twitter 的评论是非常少的，对吧？所以大部分人应该还是在 YouTube 上，Twitter 上这个数据应该有水分。如果 Twitter 上有400人看直播，YouTube 上只有200人看直播，那么 Twitter 应该收到大量的评论才对。好，那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就到这里啦。还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我先喝口水，然后让你们稍微想一想，因为提问题这个事情，我这儿会有延后一点点。对，Twitter 估计是欢乐表，我现在感觉到了，400多人看直播，居然没2个评论啊，但是有，但是非常非常少。赶上直播了，对，我们经常直播。有车也可以智能化吗？什么叫有车也可以智能化吗？汽车肯定是可以智能化的呀。35以上找工作难啊，是不是国内产业升级难？
不需要这么多人了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国内的这个叫做工会，除了发电影票啥也不会啊，所以他对所有的企业主失去了这方面的约束啊。当这个企业主自己有权利、有能力去换人的时候，他肯定换年轻的。啊，快要结束了啊，如果没什么问题就结束了。反客为主啊，这个马斯克的火箭。好啊，大家早午晚安。是的，台湾为什么阻挡台积电人员流动到大陆，很离谱啊！这个事儿我还没仔细看啊，直播太早了，基本赶不上。你是在什么地方？预测下小米苏七的价格，我已经不关心这事儿了，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没有意义了。你坐过自动驾驶出租车吗？体验咋样？没坐过，我是看到过，但是实在懒得去等了。首钢园就是我因为以前经常在首钢园录节目嘛，首钢园里头有那东西。等过2天再去一次啊。上面说的是油车啊，油车也可以智能化，没什么问题，都可以的。OK，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这个，我开的是油车啊，我开的是那个福特探险者的油车啊，没开电车。我在美东啊，要是美西更没戏了。美东就是在纽约呗，跟我们差12个小时，对吧？那么现在就应该是早晨的9点多，早上8点，其实不算早了。苏七最高配据说是30万，是的。现在大家关心的其实是最低配多少钱，没有人关心最高配多少钱。台湾远比我们想象中的闭塞，还好吧？我去过几次台湾，感觉挺好的。我也有很多台湾朋友和同事，我没觉得有任何闭塞的地方。自动驾驶像个傻子一样，这就不知道了。美西这会儿才6点啊，6点我估计起来确实要求有点高了。谢谢，不客气，根本听不到，听不到什么啊？白花那钱了啊！这个不知道在讲什么。日本的台积电厂都建起来了，美国的厂子还在扯皮。哎，美国的也建起来了吧？没建起来吗？这个回头我去查一下啊。日本是在熊本是吧？不出北京有办法开户美股账号吗？也想买英伟达，不知道啊，这个事情不要问我。长辈说他更欣赏马斯克这样的人，反而对马云嗤之以鼻。为什么长辈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你要去问他本人了。对于我来说，马斯克跟马云都是值得去敬仰的啊，没什么好说的。老范，你知道吗？Open 墙被催更了，墙上了一段视频啊。好吧，我也好久没去找他了。听说自动驾驶方向盘会动，但没司机啊，是这样。半夜做有点意思啊，你是做鬼片吗？是，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大家这个开心。然后周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晚上8点还会有直播。下周的话，我们就日本见。到日本以后，可能会经常开一些直播。统战类新闻，不同的媒体会选择性报道，不知道这是说的什么。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再见，买 ETF 基金就可以了。对，我也是买了 ETF 基金啊。好，再见。